李长寿暗中瞪了眼卞庄，笑道：既然咱们一同出了天庭，藏形匿迹，就改一改身份。这般你我三人扮作结义兄弟，奉秦兄为大哥，我为二弟，卞副统领为三弟，如何？此不过是伪装身份，不必当真。这般的暗示已经再明显不过了。然而卞庄丝毫没有接收到其中的信号，与秦天柱一同点头答应。而后卞庄继续心事重重，愁眉苦脸的。李长寿此刻也是差不多的心境啊，这事儿要是被王母娘娘知晓了，或者是被人爆出玉帝的化身去了天涯阁这种地方，那可真的就是划洪荒之大稽了。秦天柱为何会在此地？这次啊也是怪长寿嘴快了。这不是那个李长寿思索半个月后的后续安排吗？到了与有清玄雅约定的时间点，就带着有清玄雅去凌霄宝殿领赏去了。凌霄宝殿内，玉帝册封英勇将，赐下金甲护道身。待玉帝勉励了有清玄雅几句，李长寿的水神指导人就带着有清玄雅告退，回了水神府中。与此同时呢，李长寿的另外一具指导人进入了凌霄宝殿，对玉帝禀告了西方教谋划3000世界之事，并与玉帝商量了近2个时辰。李长寿提出暗中组建势力，借天庭之力快速发展，与西方在3000世界博弈。玉帝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下来，交给李长寿全权处置，天庭一应资源随意调动，可以不经通明殿。玉帝又问李长寿是否有计划了，李长寿说了自己构想的临天殿框架，提到了白泽、江林二夫妇，又嘴快提了一句：小神觉得还可以依托现如今已有的3000大势力，让他们辅佐。比如卞庄家中的天涯阁，虽是不正经的营生，但是做讯息收集之事再适合不过。小神正要带着卞庄去拜访天涯阁阁主。玉帝顿时就捕捉到了关键词儿，不正经。于是秦天柱出动了，紧盯着卞庄的行踪。在李长寿的一具化身带着卞庄飞出天庭之后，秦天柱就从侧旁驾云偶遇了，笑呵呵地道了一声：同去。这便就有了此时这朵云上的情形。李长寿和卞庄齐齐叹了一口气，玉帝3号化身秦天柱却是笑眯了眼，对接下来的行程是无比的期待呀。天涯阁，洪荒连锁临时情节体验馆，也算是业界龙头啊！近年来呢，天涯阁在5部洲内的东海、南海、西海都开启了分阁，竭诚为洪荒广大炼气士提供优质的情缘园服务。路上，李长寿问起了卞庄有关这天涯阁能长青不倒的秘诀。卞庄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道一句：不惹业障。秦天柱奇道：做这一行还能不惹业障？若是有炼气士因去天涯阁导致道侣分家，家破人散，天涯阁岂能不增业障？秦将军，大哥有所不知，这般事是算不到天涯阁头上的。我们只是开门迎客，客来或不来是他们自行决断的。所谓不惹业障，就是不能强迫女子、男子做这般营生。还有男子？不错啊，灵石赋予道心不宁，想来体验情节的女仙也是有的，不过数量很少。为了这些客人，天涯阁也要准备一些男情缘者啊。那你们是从何处寻来这般多的情缘者的？其实他们大多是主动来投的。3000世界各处的情形不尽相同，有的大千世界中物产丰富，灵气充沛，甚至遍地灵脉，但因此惹来各方势力的窥伺，战火连年不断，多的走投无路之人。在我刚修成天仙时，曾随几位管事去了一处大千世界，天涯阁的告示刚挂出去不足半日，就有数百女子投奔而来，还都是有修为在身的。他们筛选情缘者时，要从他们的性情容貌、有无业障在身这些方面去综合考量，再将他们送离原本所在的大千世界。若他们想要离开天涯阁，只需要将这些年他们在天涯阁所得的灵石宝物拿出2成给天涯阁，就算是了断了因果了。除此之外，
也有一些贫寒之地出身的女子，为了自身修行，主动来寻天涯阁。这跟凡俗的花楼不能一概而论。原来是这般。擎天柱缓缓点头，在旁陷入沉思。或许你家长辈让你看到的情形有些片面。不会，这真不会。二哥有所不知，小弟自小便是在胭脂堆中修行，天涯阁真正画事者是小弟的祖母以及其他几位姑奶。他们年轻时曾被强人逼迫，堕入风尘，一路隐忍，暗自修行，最终将强人手刃。后来呢，他们联络众多有相同经历的女子，成立了一个颇有名气的修仙势力煞女盟，拔出了不少迫害女子的势力。再后来，我祖母无奈地发现，诸多女子走投无路，只不过想找个生存之地，所以就有了天涯阁，煞女盟也渐渐转到了暗处。倒都是一些女中豪杰呀。卞庄轻叹了一声，并未多说，目中有些失神。擎天柱在旁边问道：三弟可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？祖母他们结怨太多，仇家太多，小弟许多亲人都被，不过现今倒是安生，天涯阁已非那些仇家敢招惹。擎天柱闻言有些感慨，鼓励道：以后在天庭好好任职，你同样能光耀门楣，让你祖母心安。当着水神当着二哥的面，大哥莫要说这个。李长寿在旁边笑而不语。这个家伙也是好福缘呐，不知不觉这天河水军大元帅一职也就稳当了。就这个心性啊，还需要好好打磨打磨，要不然免不了其罪当诛。对，就是这头猪。因李长寿要见的是卞庄的祖母，天涯阁真正的画事者。他们三个人径直飞出了五步洲，朝东而去。单单只是一路行程就花费了2个多月。擎天柱担心李长寿的指导人先例不足，主动驾云。李长寿推辞一阵，也着实是推辞不过，才让出了白云的驾驶权。有的化身无所不能，有的化身无所不能。哎呀，这2个多月，李长寿自是不能闲着了。大多时间呢，继续盘算西方之事，也进一步的在心底完善了临天殿的上下构造。在即将抵达卞庄老家前，李长寿在小琼峰棋牌室安排走了九羽狮和熊灵力，请来了白泽与忘情上人，言说了自己关于临天殿的构想。3000世界中发展势力，江莲儿眨眨眼纳闷，为啥要这么干？3000世界的炼器士打破头都想往五步洲挤，咱们怎么还要去3000世界发展？并非是渡仙门，是为天庭做事。3000世界也是3界的一部分，但是天庭在3000世界的影响力太过薄弱，若是凭天兵天将四处征讨，又容易让炼器士对天庭不满。故奉玉帝之命，由我组进临天殿，为天庭管辖3000世界铺路。江灵儿面露恍然，坐在那儿一阵思索。白泽笑道：水神可是需贫道外出做事？不错，大劫降临，我有诸多事务分不开身。白先生，你有趋吉避凶的本领，有白先生主持大局，自是再好不过。水神如此安排，贫道自当遵从。白泽拱拱手，目中流露出少许期待，整头兽都来了精神。忘情上人问：长寿，你想如何安排贫道？李长寿拱手行礼：我想请师祖夫妇做临天殿的引路人。师祖有3000世界中的少许人脉，最初时由师祖出面联络此前好友，聚起声势，也可以掩盖临天殿的根脚。还有几样事我须得提前说个明白。之所以提前推动临天殿的计划，是为了对付西方教。西方教控制了不少大千世界，缔造成了香火神国，借此凝聚气运功德，以此为基础谋算轮回之事。他们少说已经有数万年的安排谋划，我们起步晚，又要在数百年内就见成效，聚起一股势力，平衡掉西方教在这方面的优势。五步洲有圣人坐镇，而今妖族偃旗息鼓，元气大伤，接下来将会有一段平静期。
我会调动能调动的一切资源，让林天殿快速步入正轨。哪怕动用一些非常手段，也是无妨。李长寿话音落下，棋牌室中一阵安静，众人都陷入了思索。这可是影响天地的大事，其中风险绝对不低。江灵儿抱着胳膊，挑眉眨眼，问了一句：“有什么好处没？”李长寿哑然失笑，知道师祖已经答应了此事。富贵儿却皱眉道：“灵儿，咱们是人教道成，也算是人教弟子。人教本就以匡扶天庭、造福苍生为己任，今日用到你我，如何能提好处二字啊？”江灵儿翻了个白眼：“是，夫君大人教训的是，就我肤浅，行了吧？”哼。灵儿，你莫要生气，道理就是这般的道理。师祖不必担心，暗中为天庭做事，我自不会让咱们自家人吃亏。灵石、丹药、法宝、功德，这些修行之物自不会有缺，且可以惠及师祖之友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便是契约二字。玉帝陛下已命木工暗中拟旨，待旨意凝成，便可得天庭气运庇护。若被西方教针对，如何应对？咱们首先要选好立足之地，避开西方教的势力范围。其他的各种举措我都已经想得差不多了，稍后会一并写下来。起步阶段最是艰难，但是不需要太多高手。我想请师祖你们夫妇出面，白先生在背后主持大局，我在其后统筹算计。白泽顿时会意笑道：“忘情店主，这个名字倒是不错，一听就有那么点意思。贫道何德何能，如何能做这店主之位啊？贫道不过是山中修行之士，修得长生道果罢了，与谋算统帅之道完全不同，何不换个人选？”而今天庭之中最缺高手，我能信任的长生仙，只有师祖公了。巫族多憨，龙族多傲，其他人教仙宗我也不熟。富贵儿一阵皱眉，白泽劝道：“能得水神信任，已是颇为不易，倒有莫要推辞了。只需度过起步阶段，店主就可以隐于幕后。而且，店主不过是明面上的门面，暗中还是要白先生与几位商量着，一同处理各类事务。毕竟像忘形上人您这般气度非凡、英俊潇洒的长生仙，也是着实不多。对林天殿招兵买马，也大有裨益。”长寿，你这般说，我当真也不好推辞了。江灵儿嗤的一笑，白泽和李长寿尽皆露出笑颜。突然间，侧旁角落传来了弱弱的呼喊声，却是一直在旁边装乖巧的九九终于是按捺不住站了出来。哎呀，这事儿我能帮上什么吗？师叔你不必挂念，你在山中安心修行就是了。哎呀，总是白吃白喝你的，我也有些不好意思。许是当着自家师傅的面，九九也多了几分害羞，抬手理了理耳旁的秀发，如此说着。李长寿笑道：“在我尚未成仙与刚成仙的那一段岁月，师叔你已帮了我和仙师许多，不必介怀这般小事。让贫道的几个弟子也一同出山吧。小五修为虽不足，却通达人情，善与人打交道。一与小九修为不错，有成就金仙的资质，他们入林天殿做事，也可为自身增些机缘。”九九两步跳了过来：“真的，我绝对不会帮倒忙的。”也好。九九开心的蹦了起来，场面顿时就有些失控了。李长寿刚定下林天殿最初阶段的核心团队，另外一边就到了一片安详宁静的小世界，心神也随之挪了过去。尚未进入这片小世界，他们三人就被一队仙兵拦下。这些仙兵男女参半，清一色的真仙境修为，领队还是2名天仙境后期的炼气师。便装主动向前，淡定地站在那儿，
背着双手，略微岔开双腿，目中眺望着那一片星海。我回来了。怎料，道友您道号如何？您可有我们天涯阁大能玉符？此地是我们天涯阁的秘境，只对拥有大能玉符的道友开放，还请您多多担待。秦天柱嘀咕着，还整出大能玉符了。卞庄嘴角微微抽搐，默默抬手换了一个发型，手指在眼皮子底下抹了2下，露出了2缕黑眼圈，又有些疲累地打了个哈欠，放出了自身道韵。那2名天仙先是皱眉观察，而后大惊失色，喊道：少阁主您回来了，快去禀告阁主和各位姥姥，少阁主回家了。片刻之后，小世界中飞出了道道流光，其中不乏气息浑厚的金仙高手。前方云雾大开，一座七彩斑斓的光桥出现在3个人面前。卞庄却是微微侧身，笑道：大哥二哥，请。到了这儿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。秦天柱顿时笑眯了眼，李长寿化作的指道人也是面露微笑。而此时一声冷哼却在李长寿的耳旁炸响。李长寿先是反察，就见这个小世界一片连绵起伏的阁楼殿宇中，有一名身着灰袍满头灰发的老者，正面色不善地盯着自己。此人的修为自己竟然看不透。李长寿皱眉看了回去，与这个老者隔了不知多远，视线对碰，擦出了少许火花。忽听这个老者传声道：好个纸人呐！洪荒能有如此修为的纸人化身，怕只有水神长庚一人吧？你竟背着云霄师姐前来此地，当真不将我截脚仙放在眼中啊？云霄师姐，截教高手？